不是说每一个自媒体人说的东西都是一定是正确的。很多比如说他们说的吹德国吹的多么好啊，或者吹什么美国吹的多么好，也许呢他有自己私人的目的，对吧？或者甚至呢有这样的现象，也许拿到某个国家的那种宣传基金也不一定啊。有可能这个世界是没有你想象那么美好，其实有很多阴暗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啊，人呢，就是在你走过这么多路了之后，还是就是说，一定还是要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看待这个社会，是吧？是我同意你，但是有的时候你光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去看什么东西，反而你会受到打击特别的大。所以我觉得不仅要积极，而且要消极的两面，我觉得都要看待。那就做一个打不死的。就像你昨天，或者现在你说积极，但是你看到关于德国很多的都是神话出来的东西啊。对，其实包括昨天我们从车站，然后走回到住的地方，然后也是路上也看到了好多这个无家可归啊。对。但是我本身我以为就是那种你以为是难民 immigration 啊，对，属于那种难民的哈。其实很多不是，是德国本土人。其实我还昨天告诉你了，真正的难民他受到德国国家的很多资助，反而是德国本国人他没有得到这样的好处。OK， 你也不能想象，不能理解啊，对吧？是。这个逻辑好像是不通的啊，在我们身上是的，但是它就这样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就是价值还是多元的，个人也好，国家也好，是吧？它的取向也好，是吧？各方面还是多元的。所以你现在可能稍微能够理解了，为什么有一个词叫圣母婊。什么意思啊？圣母啊，就是德国人很多想当圣母啊。白左。对。其实很多情况下，他对自己人可能非常的差。反而对外人可能更好一些。哎，中国好像大家也有这种心态哈，觉得对老外挺好，对自己不行，是吧？昨天我还遇到一个我几十年没有遇到的事情。我昨天在火车站等你啊，因为我就是带了一个小小的包，然后呢，我昨天几十年的第一次呢被查身份了。我第一次被查是在我刚到德国的时候，然后昨天我是30年后第2次被查。然后呢，我回家之后我就问我的德国伴侣，我说为什么我昨天被查呢？他说一个是你是在火车站，第二你只有一个小小的包，没有那个旅行箱，所以呢，德国的警察认为你是毒品贩子。毒品贩子。对对对，这个麻烦大了。哎，你可以把它调过来，我觉得给大家看这个科隆教堂。可以啊，我们看看。好漂亮啊！现在我们看换一个方向，这是。后面是科隆大教堂，挺漂亮的，对吧？是，真好看。对。但是有一点，然后后面就是科隆火车站后面。这就科隆火车站了。好漂亮。有一点什么？你说？欧洲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尤其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我的感觉也是很深。就是在莫斯科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地铁嘛，它的效率很高，每3分钟可以停一站，3分钟肯定会来一辆。那我们就是3分钟，利用3分钟的时间，我们到每一个站下去去把它那个地铁站参观一下，挺好的。对。哎呀，其实到了欧洲啊，真的是你要细心的，尤其是我们这次在那个西班牙的话，在那个毕加索，毕加索还是那个梵高博物馆，很震撼。然后时间2、3个小时轻而易举就过去了。你站在他每一幅画作，你理解一下梵高，他就从这个阿姆斯特丹那个荷兰的某一个镇子往下出走到法国，到巴黎，在巴黎混的也不如意。然后最终没有办法到地中海沿岸，到法国的南部，最后再从法国的南部再回到这个巴黎的这样的一个郊区，最终在那个地方可能是30多岁、20多岁就英年早逝，是吧？你看他的一些作品也好，他在每个时期，他在巴黎的时候没有办法，他就得画人，是吧？然后当他觉得这种环境太压抑的时候，他要走到地中海那边，走到南方。走到南方的时候，然后他再看他所有的那些东西，然后他就画一些自然的东西，他对色彩的一种搭配，他对那啥哈，哎，真的是你觉得那个3个小时，你戴着耳机，然后就是拿着手机，它有一个 app 可以点。对着一些有名的作品去了解，当你走入一个人的一种内心的时候，我觉得你就经历了他那一种心路历程，真的是这样子的。哇，那个绝对是一种美的享受，绝对是很震撼的一种享受，
就是你能设身处地的能想到他的一些东西。哦，沉浸式的体验他的人生那个轨迹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对，就是这样。我觉得真的就是设身处地啊，你就知道。你就当你对某一个事情去深入了解、沉下心来的话，其实我觉得闲时啊，现在怎么理解闲时这个问题？就说关注当下。其实以前呢，也可能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了啊，跟我们这个年龄将近50岁，这样的话也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了，就可以适当的松口气也好，或者嘛，当然。也可以说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也好，或者啥是吧？不管你怎么评论啊，但是呢，我的观点，我想说的观点就是说，大家还是把这个闲时尽量的还是让自己放松下来，慢一点，因为否则在你的30多岁到你40多岁的时候，你反复的不停的在重复某一个动作，因为你总是认为你所在的那个行业里面你是最强，所以你总是把它干到，就是一直干到底，其实这个。就像我刚才说，有好多维角度来去看不同的问题。那比方说我不是贬低工程师啊，我们就只是举个例子。你单单以工程师的角度，你看待一辈子就怎么修建怎么干嘛啊？但是呢，你换一个角度，从经济学角度再去看问题的时候，你会豁然开朗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也是很干啥，就是只有你自己闲下来的时候，然后到处走走看看，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才能接触到一些新的东西。就是不至于一条路走到黑吧？是的，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这种文化下，大部分人呢都做不到你说的，到处走走看看。我觉得那所以你这个你就尽量突破嘛，尽量突破嘛。我觉得现在我不知道，反正微信上的那种那个视频号，我觉得推送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它不是乱七八糟的，就是什么东西乱七八糟都给你上来。就是你喜欢哪一类的东西，比方孩子教育这一类的，是吧？对。或者是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一些，或者干啥？它推送的都是这一类的比较高质量的这样。大数据在后面，你平时喜欢看什么东西？估计吧。但我觉得它这个推送的就很准，并且质量就推送给你的那些视频号也好，总体我觉得微信的公众号的质量要比什么小红书啊、抖音，我觉得要高得多。对，现在呢，你关键问题是你真的是一定要有一种信息检索能力啊，对，在海量的知识信息当中，你到底攫取哪一个？你通过哪一种途径，去得到你自己想要的一些信息？我觉得这点确实很关键。你看，我们来到大教堂这儿了，昨天我们是从这个火车站出来，你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是吧？哇，就左边突然一下子就这个大教堂，庞然大物，对吧？昨天对，你出来就是庞然大物了。是。但是昨天你又说到一个啥，就是说，你天天在这种环境里，你可能就不觉得它有多么的审美疲劳啊，你甚至于都认为昨天晚上因为没有灯光嘛，哈，时间到了太晚了，然后你认为是鬼屋似的，对啊。哇！但是我再怎么看，我都觉得很神奇的啊。那等一下咱们进去看看。好。哇，这是什么艺术家吗？画那个画各个国家国旗，他是希望人家给小费的挺聪明。每个国家的人，看看给多少小费。很聪明。你别看，但画这样可能一天能够赚几百欧元呢。哇！昨天我告诉你，因为它非常高嘛，对吧？所以我每次经过这里，特别是刮风的时候，我就担心啊，它那石头会掉下来。这是怎么回事？是二战的时候被炸的。哎呀！我们看看，二战时候被英美联军炸的。德国科隆已经被炸得不成样子了。但是大教堂没有被炸掉，是吗？大教堂就是这样子，但我们刚才走的那个桥，你看被炸成这样了。就大教堂还是保留下来了，也被炸了一些啊，你看这。OK。另外再说一点。这段时间我因为静下来之后看一些东西，听人家的一些视频也好，讲一个康波周期，就说60年一甲子嘛，60年一个周期，就是他研究就是西方的，应该是那个俄罗斯的一个经济学家，叫康什么什么嘛，我们叫康波周期，60年就是这样的一个轮回。好了，那么中国从其实我们这个75年、70年出生的这些人，70年出生，其实这一代很幸福了，你赶上最好时机啊，对，所有的好的时间我们都赶上了。但是呢，它现在呢，整个经济也好，全球经济也好，它乏力进入到一种下行的区间。那么在这种康波周期的时候呢，进行下行区间的时候，我觉得你就稍微缓一缓，让自己躺平一下，适当的给自己放一个假，对吧？然后把这个思考一下自己的方向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样的
你在抓下一个机会的时候，在抓下一个风口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给自己留出一定的时间，充分的考虑完了之后，然后再下手，比你急吼吼的进入到某一个行业，我觉得要好得多。有道理。所以这点也是我这次出来之后看到这个康波周期的一种认识。那我们先进去看，我们 OK 先暂停一下。我已经来过无数次这里了。我以前来欧洲的时候，觉得每个教堂就一个窗户啊，我印象深的就是马赛克也好，或者干啥。好像现在这里要肃静是吧？因为我自己不是那个基督徒，所以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很多的感觉啊。你就不一样啊，对吧？我也是无神论者，但是有一点啥呢？对我来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讲那个领导力的时候，然后老师让我们把我们那个核心价值观从52张扑克牌当中挑出来3张核心价值观我挑的是第一个是信仰第二是好奇心第三个是家庭然后老师就觉得我竟然第一个挑的是信仰。他就觉得非常的惊奇，他就走到我这个地方来。是吗？他说我到中国做过很多次这种领导力的培训，但是几乎是没有人会选择信仰的，并且把它放到第一位。他说你怎么回事？我说我给他们有点不同我们同学他们都是出海到国外来上学，然后我们呢本身是在非洲已经打拼10多年了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无奈的，就是你超出你的个人的能力。就是有些局面你是掌控不了的，那在你掌控不了的情况下怎么办呢？你就交给上帝吧，你就交给上帝好了。那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些时候当压力太大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它是亚的萨贝巴那个地方，然后它这样子的话，就是教堂里边它是东正教，我觉得在那样，因为在教堂里边你会被一种氛围所笼罩。那在那样一种气场下呢，人们就会找到一种安静。然后如果他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一些音乐也好，舞点也好，或者啥这样的情况下呢，在我来说，我接受它了，我就觉得是很好的一种音乐。那如果你要是不能接受它，你可能认为是噪音。所以就是可能是我觉得是一种宿命论对我来说，但是呢，对我来说只能说是平衡。我觉得宗教，我的认为是平衡。你的工作生活和你的生活的一种武器，就是说，在你工作之余，然后你是拿什么来填补你的时间？我就觉得可能就是拿宗教来平衡，就相当于那个 meditation， 就相当于你做一些那个冥想也好，或者干啥也好，我觉得起到一样的一种效果。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信仰竟然放到了，因为我的信仰我不能全信它，因为我是无神论者。但是呢，我有60%倾向于。在他的那样一种环境下，然后能找到一种安静就是一种当你很疲惫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呢，可能就是能够让你安静下来的一个地方这不是放脚的我知道跪的，对，是跪的，很多人以为是放脚的，是跪在上帝面前。我觉得你可以这样看一看，是吧？就是安静下来，待一段时间，然后冥想冥想就是。你留一段自己一种反思也好，用这个时间也好，是吧？然后，但是呢，你不要就是总是把你日常的东西完全带入到，天天时时刻刻背着一种枷锁也好。科隆大教堂的模型。我们刚才是从这边进来的。这个这大门口正面对。OK。其实我觉得最漂亮的还是侧面，还是这个位置。这是背面了。演讲他就在这里演讲。哎呀，我此行科隆的目的可能就是奔着这个大教堂来的。你看它的空高很高的对。好，刚才你看我们看了大教堂，对，这是它的正门，特别的高。这次你来欧洲，你到了什么西班牙呀，还有荷兰，对吧？对。然后德国，对。
一个地方一个星期啊。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哈？我觉得这就是人类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相对来说和自然达成一种和解我觉得这点还是很重要的啊。然后语言深入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不知道，就以前就是现在就好像特别到某一个地方，就是对于它的吃就是想就是不到那种游客所到的地方，一定要找到那种犄角旮旯或者当地人喜欢去的地方然后呢坐下来跟他们一起看场球赛，或者是喝杯咖啡也好，或者干嘛还是不急不慢的，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去慢慢发现一个城市，然后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切入到它。然后一个语言，其实学语言，我觉得都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我现在在试图在这方面想做点文章，就是今天是礼拜6，现在是早上好像10点40分左右，对吧？对。人气也不是特别多，一般是中午左右人气很多。这条步行街是德国人气最高的，应该是前5的步行街之一啊，你能想象吗？对，就是感觉好像国内的随便一个2线、3线城市的步行街都好像比这个要。这是德国1线对，排名第4德国科隆。对，第4大城市，刚刚超过100万人口。那个我跟我一个朋友，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然后他是北大毕业的然后你知道他们这种学霸的一种能力，我发现他就能够把这个语言上面的一些规律总结出来，就是哪个和哪个英语当中或者谁对应的是哪一个，它有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了之后，最起码你可能发音发的不对，但是呢，你最起码你走到人家街上，你大概知道什么意思。对。我呢现在呢，除了那个莫斯科的那个地铁比较给我很震撼，就是当艺术宫殿似的来欣赏，其实我更倾向于坐它的那个 bus， 就是坐它的地面交通。可以看几次下来你就看一知道怎么个城市对。我觉得我们的网友们可能想知道，你当时为什么突然想到欧洲去投资呢？到非洲，对，到非洲。我觉得人生有几个节点，就是应该是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对我来说，就是人生的第一个10年，就是因为我们70后确实是很幸运的一代。等我们参加工作那会儿开始，我们进入外贸，进入外贸的时候就是2000年加入世贸，外贸开始爆发，对，我们踩中了第一个点然后我觉得每10年应该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点，它会有那个前面讲那个康波周期，你把康波周期再把它细分一下，然后1年嘛，60岁嘛，你也不过80、90岁或者是生命嘛，你1年踩中就是一辈子可能就一个康波周期。那在每个康波周期里面，它还有一个小的康波，我觉得每10年你可以做一个干啥。然后呢，10年前我们到非洲投资，可能就踩中了另外一个风口。当时你为什么想到去非洲而不去南美或者是中东呢？那个也是因为我们本身是出口的时候给那边做贸易你是跟随客户。因为到海外投资有2点，一点你找你的 market 市场，对，另外一点你找你的原材料就是说你到海外投资你是一定有目的去的，那么就是你的产品直接销到那个市场，那么就进入到那个市场，这是跟着 following the market，就是跟着这个市场来做。另外一点呢，就是跟着原材料。你看现在好多人做矿也好，做啥也好，镍矿也好，各种各样的矿，然后呢，他再进行一些那个初级加工也好，精加工也好，都放在当地来做投资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2种我们当时是跟着我们市场过去的，另外本身有一些客户其实现在做任何事情都是把供应链缩短，你赚的都是供应链上的钱包括现在那个欧美国家说重塑供应链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谁掌握了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那么这个利润就会在谁手上所以呢，大家以后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那个 supply chain 这个概念要强化。所以你看欧美国家这几年喊的就是脱钩断链，就是因为中国把它的利润都抢走了，是这个意思吗？中国的产能太大了中国的产能太大了，就你把它的那个天花板给捅破了，你把它的那个黑幕铁幕给捅破了，然后等你把任何一个行业搞得都没有利润了，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等于动了它的奶酪，是吧？所以他就会拿起，包括资本主义它发展的时候，包括英国也好，美国也好，
当他认为这个自由经济的时候，对他比较有利的时候，他就提倡自由经济。当他感觉自由经济居然把你给放进来了，然后你既然成王成霸了，那在这样情况下呢，他就开始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一种非贸易壁垒，是吧？然后这样又要把你挡在外边。他说是国家补贴，现在对是就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反正都是以他本人的、以他们国家的这样的一种，按照他的规则，其实必须的呀。因为现在整个二战之后，他这个国际秩序啊，就是他建立的，就是美国所建立起来的，对，是吧？那你们作为在海外的企业家，你觉得他们现在西方这种去全球化这种思潮或者这种潮流，或者呢与中国脱钩断链，对你本身你有影响吗？对你的业务？其实，你要这样的看一个问题，在任何东西有一种危机的时候，就是你赚钱的机会你比方说，我们在那边我们属于进口替代，进口替代呢，我们的竞争对手呢就是那些进口商。如果要是这个供应链，就是在这个海运这个环节就是它的一个供应链一端，就是当海运这个环节价格起来的时候那么你比它就有优势了，就是你赚钱的时候就来了。其实，尤其是他们在做这个，航运这个阶段的也是他们就希望红海打个仗干啥？这样的话他就有理由把这个价格来调，就是在不断的波动当中，你来找到你的一种投资的机会。这一点我觉得是人们对待风险不同的一种看法就是你过度求稳，你总是想在一种很平稳的一种当中。那么就像欧洲，它已经发展的很厉害了，对不对？它已经相对成熟、相对稳定的一个社会了。那在这个地方呢，你突然进场就比较很难切入进来，是这样子的吧？对。而你在那种相对来说，非洲大家认识上就是基本上就是对这个感觉不平稳就是市场没有开发。对。但是呢，往往就在这样的一种非平衡状态下然后我们在那边经历过它的内战，经历过它的暴乱，经历过疫情，其实经历过好多事情，但你就知道，它社会是一定要往前发展的，不管你在与不在，你参与不参与，它那个国家不可能消亡掉，是吧？所以呢，就是其实包括现在在那个苏丹那边内战的时候，反而我的客户他跑到我们那个埃塞俄比亚来过来进货买东西，你知道为啥？监管没了。所以对于生意人来说，这种战争可能是他们没有失去了一种规则，在失去规则这种情况下，反而可能就是他赚钱的时候。所以又是都一种反常识的所以又说到中华这个文化的博大精深危机是什么？就是危险当中还有机会应该是这样子。尤其是这一点呢，应该是在这种欠发达国家，就是它这种infrastructure 它这种基础建设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OK， 在你的基础设施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呢，那无疑肯定是给你的这样的一个 logistic， 就这种运输行业肯定是一个暴利的机会，是吧？你的痛点一定是你解决完这个痛点就是你盈利点嘛。但是我觉得从你昨天跟我说那一堆故事来说，好像你有点要撤离非洲的意思吧，对吧？就是撤也不是那么好撤撤也不是那么好撤，就是你怎么就是还是你理解好，我觉得这种康波周期，然后呢，该蛰伏的时候蛰伏，就是说你不要再像你以前那样去激进的往前走了就是我觉得男人有时候你要停下来，要有一种停下来的勇气。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应该是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你遇到目前这个困难，如果处理不好或者无法处理，那你怎么办？我觉得我们的最终的退路，在国内我们也有吃的，也有住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出完全撤出非洲的那个决心，你没有。不，他的这种他所谓的这种风险是和你的你的参照物是啥？是吧？你和你开始，就像我们说的，十几年前到非洲那会儿，开始开工厂，那会儿属于一个风口。对，你和那会儿比起来，那你的机会肯定是现在来说就是少多了，差了很多了。对。但是就是现在差，它比国内的那种卷还是要好。就是说你的参照物是什么？就是因为你过惯了好日子，就是比较容易赚钱的时候，你已经享受到。那样一种情况下。
那是不是让你突然觉得现在难赚钱了，你就觉得有抱怨了？是这样子的吗？确实、啊，就一种适应吧，真的就是说，在一种你觉得力不从心或者你无法掌控的时候，你不行，不妨我觉得人要有一种停下来的一种勇气啊。我觉得这点应该很关键。说的有道理啊。前面就是我们要去那个书店了啊，前面那栋楼。OK， 好，差不多到了。哇，这边的书好贵呀！买了一本那个 Wealth 财富是吧？就讲财富的，这么厚。$32。32欧。你觉得很贵是吗？那这样合了200多块钱了。啊。哎，那所以他们这边上学的话，他们有书吗？没有，是不是啊？一个是那个教科书是可以借的，但是你不可能在上面做笔记什么之类的或者你自己也可以买所以这样说来，咱们国内的印刷品就太便宜了是吧？翻译过来的这些书也好，10几块钱一本是吧？我们在拼多多上10几块钱就买到了。不管说，我们先不说印刷质量嘛，你要能看下去是吧？对，我觉得你就能学到好多东西。那你相对于欧洲来说，什么都贵，拍一本书20欧、30欧。我要停下来，不能拍了。好，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好，拜拜啊。